一点可以肯定，今年秋天二呆还没有逮到他中意的蛐蛐儿。人们都还记得去年秋天二呆的那只一锤子买卖。一锤子买卖有极好的品相，体型浑圆，方脸阔面，六爪高昂，入盆之后如雄鸡报晓，一对凶恶的牙齿又紫又黑。俗话说，嫩不斗老，长不斗圆，圆不斗方，低不斗高。老、圆、方、高，一锤子买卖四美俱全。去年秋天的那一场恶斗，人们至今记忆犹新。在瑟瑟秋风中，一锤子买卖与豹子头、青头将军、座山雕、鸠山小队长和红牙青展开了一场喋血大战。战况惨烈空前，决战是你死我活的，不是请客吃饭。一锤子买卖上腾下挪，左闪右撇，不喷夹，不滚夹，不摇夹，只捉猪箩，甩背包，通通只有夹单，也就是一口下阵。一锤子买卖就是凭着他的一张嘴，一路霸道纵横，口到之处咔嚓之声不绝。一锤子买卖玩的就是一锤子买卖，没有第二次，没有第二回。豹子头与青头将军们翅腿牙口非断即竭，他们沿着盆脚四处鼠窜，无不胆战心寒。一锤子买卖越战越勇，追着那些残兵游勇往死里咬，有一种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的消杀铁血。烽烟消尽，茫茫大地剩下青头将军们的残肢断腿。入夜之后，村子里风清月黑，万籁俱寂，天下所有的蛐蛐们一起沉默了。只有一锤子买卖震动他的金玉翅膀，宣布唯一胜利者的唯一胜利，宣布所有失败者的最后灭亡。一锤子买卖后来进城了，城里的人带走了一锤子买卖，而二呆得到了一身崭新的军服和一把雪亮的手电。那可是方圆10里之内唯一的一把手电。二呆穿着崭新的军服，在无月的夜间，二呆把他的手电照向了天空，夜空被二呆的手电戳了10000个窟窿。今年秋天，二呆至今没有收获。二呆一定在打9次的主意，可是9次哪里能是一只容易得手的蛐蛐儿？二呆没有料到六斤老太会在这个秋季主动找他搭讪。二呆这样的二溜子，六斤老太过去看也不会看他一眼的。然而六斤老太今年死了女儿，这一来情形就大不一样了。六斤老太的女儿幺妹儿4月23日那天葬身长江了，直到现在尸体都没有找到。正因为尸体没有找到，六斤老太始终确信她的女儿依然活着。死不见尸就应该看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活着。幺妹儿所用过的东西至今还在家里，她的鞋、梳子、碗、筷，每一样都在运动着，就像被幺妹儿的手脚牵扯着一样。当然，移动那些的不是幺妹儿的手脚，而是六斤老太超乎寻常的固执与仿生描摹。六斤老太每天都要坐在门前说话，她的眼睛永远盯着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。那个并不存在的东西当然就是幺妹儿。六斤老太就那么一问一答，一说就是一个上午，要不就是一个下午。六斤老太的执拗举动让所有路过的人心里都不踏实，
就好像他们生存的不是人世，而是和妖妹儿一起来到了冥间，就好像妖妹儿真的就在你的面前，你看不见她，只是妖妹儿在跟你捉迷藏。要不然六斤老太和妖妹儿的聊天怎么就那么像真的呢？要不然六斤老太怎么会那么气闲神定的呢？要不然六斤老太怎么会那么心旷神怡的呢？村子里的人们劝过六斤老太，说：六斤，你就别伤心了。六斤老太反过来安慰劝解他的人。六斤老太说：我伤心什么？我不伤心，妖妹儿过几天就回来了，她亲口告诉我的。六斤老太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洋溢着知足的笑容，幸福的要命。她一笑，劝她的人就心如刀绞，还毛骨悚然。后来村子里的人就再也不劝六斤老太了，人们见了她就躲，人们见了六斤老太比见了二呆躲得还要快。这一天，六斤老太堵住了二呆，一把抓住了二呆的手，递给他2只现烤的山芋。六斤老太等他的妖妹儿实在是等得太久了，妖妹儿就是不回来。六斤老太显然失去耐心了，六斤老太极不放心地问二呆说：二呆，你见过双眼皮的蛐蛐没有？二呆的心口凛了一下，立即就懂了六斤老太的意思。二呆睁开六斤老太的手说：所有的蛐蛐都长了一双三角眼儿。六斤老太说：二呆，见到双眼皮的蛐蛐给我看一眼，你卖给我，我给你钱。二呆把手上的烫山芋摁回六斤老太的手上，说：双眼皮的是鱼，我从不抓鱼，我只逮蛐蛐。六斤老太说：二呆。二呆已经像风那样消失在墙的拐角。妖妹儿是4月23日那天葬身长江的。那一天，妖妹儿参加了地区举办的渡江战役，这是为纪念渡江胜利25周年而举办的模拟战争。尽管只是模拟，可是这场战役在气势和场面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恢宏与壮阔。23日凌晨，数万只农船载着数十万战士，浩浩荡荡地向想象中的蒋家王朝发动了最后攻击。就像历史曾经显示过的那样，战争取得了预料之中的胜利。胜利如期来临，唯一的意外是妖妹儿掉进了长江。因为事故发生在凌晨，江面上能见度极低，妖妹儿的溺水完全被铺天盖地的沙声掩盖了。要奋斗就要有牺牲，所以妖妹儿走的时候是妖妹儿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革命烈士了。妖妹儿没有尸体，只在烈士证书上留下了姓名。村里的人还记得去年夏天妖妹儿从镇上中学返村时的情景。妖妹儿留着很短的运动头，后背上背着一只金灿灿的新草帽，那是用当年的麦秸秆编织的劳保用品。宽宽的边沿上写着鲜红的8个大字：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妖妹儿有一双很大的眼睛，双眼皮儿，在她眨巴眼睛的时候，透出一股英姿飒爽的巾帼豪气。但是妖妹儿的飒爽英姿没有能够持久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，二呆也不知道，只有鱼知道。然而水里的鱼其实是天上的星星所说的谎话。二呆怎么会明白呢？二呆就知道人间的生死，不知道天上的谎言。